我们今天来好好聊聊佛教的发展，以及那些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，历经2000多年，期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，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物，他们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接下来，我会把佛教的发展和重要人物结合起来讲，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。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，他原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，名叫乔达摩悉达多。他目睹了世间的生老病死等痛苦，决心出家修行，寻找解脱之道。经过多年的苦修和探索，他在菩提树下悟道，创立了佛教，并开始向人们传播佛法，教导人们如何摆脱痛苦，达到解脱的境界。他的教诲被弟子们记录下来，形成了佛教的经典。佛教传入中国，大概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。当时中国与印度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来，佛教也随之传入中国。东汉时期，汉明帝刘庄特别尊崇佛教，他听说印度有位神僧叫摄摩腾，就派人把他请到中国。摄摩腾来到洛阳后，汉明帝专门为他建了一座白马寺，这也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。白马寺的建立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，佛教开始在中国初步传播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特别快。这一时期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百姓生活困苦，急需精神寄托。佛教的因果报应、轮回转世等观念，正好契合了百姓的心理需求，因此传播的非常广泛。同时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高僧，他们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。鸠摩罗什是后秦时期的高僧，也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，他精通大乘小乘佛法，能够熟练运用梵文和汉语。他翻译了许多佛经，如《金刚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等，这些经典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的翻译质量非常高，使得佛教的教义在中国传播得更加广泛，也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佛教。法显是东晋时期的高僧，他为了寻求完整的佛经，不畏艰险，前往印度取经。他一路上经历了许多困难，但始终坚持不懈。最终，他成功地从印度带回了许多佛经，并将其翻译成汉语。他还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《佛国记》，为后人了解古代印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法显的勇气和毅力，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隋唐时期，佛教在中国发展到了鼎盛阶段，唐朝的皇族特别尊崇佛教，唐太宗、唐玄宗等皇帝都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，还修建了许多寺庙，让僧人和道士在里面修行。这一时期，佛教的宗派也特别多，如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净土宗等，都特别兴盛。玄奘是唐朝的高僧，也是《西游记》里唐僧的原型。他为了求得真正的佛法，不畏艰险，西行印度取经。他一路上经历了许多困难，但始终坚持不懈。他在印度学习了许多佛经，还和当地的高僧交流。他回国后，全身心投入到翻译佛经的工作中，翻译了许多重要的经典。他还创立了法相宗，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慧能是唐朝的高僧，也是禅宗的第6代祖师。他小时候家里特别穷，但他特别聪明，一听《金刚经》就深受感动。他后来拜在弘忍大师门下，靠舂米修行。他写了一首偈子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让弘忍大师特别赞赏。弘忍大师把衣钵传给了他，让他去岭南弘法。慧能后来在岭南传播禅宗，主张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让禅宗在中国传播的特别广。宋元明清时期，佛教在中国继续延续和发展。这一时期，佛教和儒家、道家思想相互融合，形成了独特的三教合一文化。佛教的因果报应、轮回转世等观念也深入人心，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部分。宗喀巴是明代的高僧，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。他看到当时藏传佛教中存在一些问题，如戒律松弛、修行不规范，就决定进行改革。他强调严守戒律，整顿僧团，规范佛教修行和寺院管理。他创立了格鲁派，让藏传佛教有了更严格的学经制度和寺院教育。他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思想，让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派。智颐是隋代的高僧，也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。他从小就特别聪明，
7岁就能背诵佛经。他18岁就出家了，后来拜在慧思大师门下学习佛法。他特别注重教官双运，解行并重，把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结合得特别好。他的学说对天台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让天台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。百丈怀海是唐朝的禅宗禅师，也是马祖道一门下的弟子。他特别注重禅宗的修行方法，提出了一日不做、一日不食的禅规，让禅宗的修行更加贴近生活。他的禅规对中国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让禅宗的修行方法更加多样化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佛教的发展以及那些重要人物，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呢？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，历经2000多年，期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，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物。这些人物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但他们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们的智慧和毅力，让佛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的特别广。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，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就一定能做出特别厉害的事情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大家更好地了解佛教的历史和文化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